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啊。本期视频是《暗黑破坏神4》2.0.3 版本的一些初步的测试结论。这个版本呢，暴雪并没有对灵巫的各种妙妙机制动刀，反而呢是加入了较为科学的伤害数字显示，所以琉璃的羽毛完全攻略终于可以开工了。那么下面呢是本次版本改动的一些重点内容啊。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早我还要去医院看望爷爷，所以我的视频里只初步的测试了部分内容。那么首先呢是大家最关心的生皮铁道问题。那琉璃呢，在游戏里找了半天，我才发现啊，设计师他所谓的加强掉落，指的是加强折磨难度下自动转换的生皮铁块啊。看来他们还没进化到装备加12的阶段。不过好消息是，他们也会继续观察这一情况。目前来说呢，想要快速的刷生皮铁块，最好的方法依旧是打折磨的 BOSS。版本更新之后，我开了一把杜瑞尔啊，打死之后掉了100匹60铁，我记得之前只有双60来着。此外呢，这次版本中说好了解禁的暗金装备需要再等晚一些的时候才能在游戏中正常的掉落啊。不过军帽这些的加强倒是已经时装了，如果是有太古生命军帽的朋友，你可以试着带它玩一下，看看强度如何。但是我估计它跟2重瘸断的头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然后是闪避灵巫跟羽毛灵巫的改动。闪避灵巫现在冲刺的速度大幅变慢了，它是一定要等翻滚动画结束才能释放下一次的。你可以从屏幕中的视频对比前后的差异。目前看起来啊，速刷狂潮和罗盘依旧是可行的，但速刷深坑可能就不如两只手或者爆爪了。不过比起闪避6而言，羽毛这边都是好消息。科佩莱克之杖的核心技能20释放被修复了啊，现在我们用羽毛打怪也能触发20释放的效果了。和屏幕中这样，触发的时候直接会有2波羽毛，这个机制修复呢，对羽毛来说几乎是输出翻倍的提升。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还得追求一下武器的太古几率以及金造时候的命中了。建议缺铁块的朋友还是先别换了啊！想要重新金造的话，现在最好是3次金造中呢，全部都种在资源上限跟核心20几率上啊，1:2跟2:1都是没问题的。要3中的话呢，应该还是核心更合适一些。此外啊，在130层往上，凶恶预言这个威能现在更强了啊！简单点说，就是这个威能的效果呢，是它由我们的爆主触发的时候会额外吃一次各种增伤。那现在我们羽毛的释放频率翻倍了，就相当于暴走的这个伤害直接也翻倍了。这就使得暴主的结算相比之前更容易拿到残血怪头，触发这个威能就更简单了，而且伤害也会更高啊！我开了把140层测试，结果5分钟就打完了，最后一的 BOSS 呢被我直接一炸秒掉了，150炸起来也是几斤几斤的跳数字，所以如果是想要冲层的朋友，可以照着暗黑和更新的构筑去试一试。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进度阶段要优先开灾虫，把勇士怪打死之后再开漩涡巨怪，然后呢还需要赌一下那些会召唤小怪的 BOSS。速刷方面就啥都不需要更换了，因为这玩意在你能5秒打死金的层数是不如月神的，只会让你看见好汉的伤害数字提供情绪价值。简单点说，就是羽毛灵巫的冲层变得更简单了，速刷方面呢伤害也提升了接近1倍。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